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塔塔。最近又看了《孤独美食家》，马上就想试试这个葱跟透抽的煎饼。除了煎饼之外呢，我还另外准备了这个秋葵拌饭来搭配今天的餐点，非常好吃哦。先来备料，我们大概准备6株的青葱，反正切完大概120克左右。先找个容器装起来备用。透抽大概准备半条就够了，先切成条状，然后切成丁。切完之后没有马上使用的话，建议先放到冰箱一下哦。这时候呢，先来煮一锅水，我们要汆烫秋葵用的，分量就随意，喜欢吃多一点就煮多一点。秋葵大概煮1分半钟左右就够了。煮好之后，记得放到冰水里面降温，这样可以维持秋葵的颜色哦。这时候呢，再来切一点番茄，如果你喜欢其他的蔬菜，也都是可以替换的。大概切成8片的大小。现在秋葵已经降温了，先切成丁状。这些蔬菜都是冷着吃，所以可以先处理起来。这时候呢，再来准备汤品的部分。我今天做的是丝瓜蛤蜊汤。丝瓜蛤蜊汤的做法之前有分享过，有兴趣的人可以过去看一下哦。这个呢不是今天的重点，我们就先跳过咯。先把这锅汤移到旁边去，慢慢的煮。接下来呢，就是准备透抽煎饼的部分了。今天煎饼我使用的是低筋面粉，记得要先过筛哦。然后我还搭配一点地瓜粉来增加饼皮的脆度。这个面糊也可以不加鸡蛋，如果不加鸡蛋的话，记得水分要调整到150克左右。然后是泡打粉，加入泡打粉主要是让面皮吃起来比较有空气感，轻盈一点。当然不想加的话，也是可以使用冰的气泡水。不过气泡水维持的气泡比较没那么持久，面糊做好之后呢，就要赶快的下锅了。现在把番薯粉加进来，一点白胡椒粉，一点盐巴，一点糖提鲜，搅拌均匀。再来加入1颗冰鸡蛋。现在把气泡水倒进来，水分越多的话呢，面糊就会越稀，大概110到120cc 左右。先搅拌均匀，然后记得做这种煎饼的时候呢，面糊一定要维持低温才会脆，可以像我这样隔水的方式维持低温哦。现在把葱放到一个碗里，大概40克左右。透抽的分量也是40克，蔬菜跟肉类的比例大概是1比1，然后面糊大概是80克，也就是多少的材料放多少的面糊，搅拌均匀，这样一份一份的做，会掌握的比较好，也会比较好倒入锅子里。做煎饼之前呢，我先来煎1颗荷包蛋，等一下要放在秋葵饭上的。锅子先开中火加热，然后直接的把油倒进来，先抹一抹，均匀的沾附一点油脂，大概热锅1分钟就够了。现在锅倾斜一下，缓缓的把鸡蛋倒到锅子里，要用小火慢慢的煎哦。大概让大部分的蛋白都凝固了之后，就可以推到锅子的中间了。边缘先抠一下，确认有没有粘黏。这时候呢，把火关掉，用余温就够了。然后锅子倾斜一点，把蛋白翻过来，盖过蛋黄，这样美美的荷包蛋就煎好啦。趁着蛋黄还没有熟，小心的把荷包蛋取出来。
因为家里还有其他人要吃，我一次多煎几颗。翻过去。有谁要吃荷包蛋啊？锅子重新加热1分半，加入多一点的油，抹一抹。等锅子够热的时候，把刚刚调好的面糊倒进来。锅子如果不够热，煎出来也不会好吃哦。我们稍微的调整一下，大概像这样中火煎2分钟左右。现在看一下煎的状况怎么样了。如果已经煎出脆皮的样子，就可以翻面喽。这一面呢，我们一样维持中火煎2分钟。等到快起锅前呢，稍微的压一下饼皮，这样可以煎得比较脆哦。你也可以补一点油进来，也有帮助的。现在看一下状况，觉得 OK 的话，就可以起锅喽。哇哦，酥酥脆脆的煎饼！哎呀，我的透抽跑掉了。像这样超级简单的透抽葱煎饼就完成啦。这个第一个煎的不太好看，我委屈一点，先试吃好了。今天这些材料呢，一共可以煎3份，大家就自己算算看家里有几个人咯。饭也好了，可以开饭喽。先松一下饭，把多余的热气散掉。让我来帮大家装一碗饭，来一点白芝麻装饰一下。现在把刚刚的秋葵放上来，还有我们的牛番茄。最后是荷包蛋，来一点酱油调味，秋葵拌饭就完成啦！上菜喽！这个透抽葱煎饼里面呢，有满满的葱，可以吃到葱的甜味，还有大海里透抽的鲜甜，脆脆的饼皮，卡滋卡滋的。我的秋葵拌饭也来点酱油调味吧。先来喝碗汤。好喝。好啦，我的肚子已经咕噜咕噜的叫了，那我要开动喽。这个半熟荷包蛋配着饭吃实在太美味了，还有这个脆脆滑滑的秋葵拌在饭里一起吃，非常的好吃。再来吃我的透抽葱煎饼。满满的透抽跟葱，沾一下泰式辣椒酱也好吃。这时候我也要来学五郎的吃法，把煎饼放在饭上，然后来一点酱油。呼呼呼，不错不错。好啦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点赞跟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